眼前交错的不是马路，而是一条条粼粼发光的运河，其中尤以大运河最为宏伟。窄小的贡多拉轻柔地划过水面，载着旅人穿梭于两旁斑驳的古老建筑之间。这些高耸的楼房直接浸在水中，仿佛从运河底部生长出来，每一砖一瓦都诉说着时间的故事。清晨或傍晚，阳光洒落在水面上，与船只驶过的涟漪共同创造出流动的光影。在这座城市，没有汽车喇叭声，只有船桨与水面的轻轻拍打，以及远处传来的歌声。脚下是流动的水，这座漂浮在西湖上的城市，每一刻都在证明人类与自然的奇妙共生。踏上威尼斯，首先感受到的是圣马可广场的广阔与磅礴。这里是威尼斯的门面与心脏地带。广场东侧，圣马可大教堂以其东西方交融的拜占庭式外观展示着数个世纪的辉煌。紧邻大教堂，总督宫展现着哥德式与文艺复兴风格融合的华丽外墙，诉说着共和国昔日的权力与荣耀。矗立在广场一隅的圣马可钟楼，高耸的砖红色塔身是广场的地标，登顶可将威尼斯全景尽收眼底。广场地面铺设着精致的几何图案，为这座古老空间增添了艺术气息。广场上为数可观的鸽群在游客脚边盘旋，成为这里一道生动的日常风景。广场两侧的拱廊下，历史悠久的咖啡座提供休憩场所，来杯咖啡，欣赏往来的人潮，体验威尼斯式的悠闲。从圣塔路西亚车站或罗马广场，可搭乘水上巴士沿大运河直达圣马可广场站，交通便捷。建议选在清晨时段到访广场，避开中午过后的大批人潮，更能静心欣赏建筑细节，寻找钟楼与大教堂的完美合影角度。通常从广场中央或总督宫前能捕捉到最佳画面。光是这座广场周边，建议至少预留半天时间，漫步其间，近距离观察建筑上的雕塑与细节。离开广场后，步行几分钟即可抵达叹息桥，沿着斯基亚沃尼堤岸散步，欣赏威尼斯西湖的独特风光。请留意广场地面上的水涨潮线，它诉说着威尼斯独特的地理挑战。步入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总督宫的壮丽身影即刻吸引目光。这座建筑是威尼斯共和国数百年政治中心的见证。您可以从圣马可广场直接步行抵达。为了避开人潮，建议在宫殿上午刚开放时段前来。进入宫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金碧辉煌的黄金阶梯，昔日总督与贵宾皆由此登上权力核心。接着会来到气势磅礴的议会厅，殿内巨大的壁画与天花板画作，宏伟描绘着威尼斯的辉煌历史与海上霸权。然而，这座宫殿的另一侧则通往截然不同的境地——阴森的监狱。过去众多的异议者与罪犯曾被囚禁于此。连结总督宫与监狱的，正是那举世闻名的叹息桥。囚犯们会在此透过石窗瞥见最后的自由光景。桥体的名称便源于那些被送往监狱的囚犯，在最后一瞥自由后的绝望叹息。走出宫殿，从运河两岸的里瓦德利斯基亚沃步行区，可以欣赏这座典雅巴洛克桥梁的完整外观。拍摄叹息桥的最佳角度，通常是从邻近的铸币厂附近，或搭乘贡多拉从水路经过桥下，捕捉独特画面。深度参观总督宫与叹息桥，建议安排约2到3小时，并透过官网预订门票，以避免现场排队久候。离开总督宫后，步行数分钟即可抵达圣马可大教堂，欣赏其金碧辉煌的拜占庭式建筑与马赛克艺术。此外，你也能前往钟楼登高望远，将整个圣马可广场与威尼斯运河景观尽收眼底。鲍里亚托桥是威尼斯大运河上最古老且最著名的桥梁之一，其宏伟的石拱跨越水面，连接了圣马可与圣保罗区。这座桥梁已有数百年历史，曾是木桥，后重建为如今坚固的石桥。
独特的单拱设计在当时被视为工程奇迹。桥面上两侧林立着各式精品店与纪念品摊位，游客们穿梭其中，寻找威尼斯独特的宝藏。走下桥，来到河畔的里亚托鱼市场。清晨时分，渔民们会将新鲜捕捞的海产摆满摊位，空气中弥漫着海洋的气息。紧邻鱼市场的是色彩缤纷的蔬果摊，当地居民与餐厅主厨在此选购当季的蔬菜水果，感受最道地的生活脉动。市集里人声鼎沸，观光客与当地居民摩肩接踵，共同体验这座水城特有的热闹氛围。前往里亚托桥与市集，搭乘水上巴士到 Rialto 站最为便利，下船后步行即可抵达。建议在上午前往市集，此时渔获最新鲜，避开中午人潮，更能悠闲地欣赏运河风光与桥梁建筑。从大运河上的贡多拉或水上巴士上远眺里亚托桥，能捕捉到它与两岸建筑相互辉映的经典画面。探索完市集，不妨沿着大运河两岸的小巷弄漫步，不远处还有许多古老的教堂和隐藏小店值得探访。逛市集时，请注意个人财物，并预留足够时间，感受威尼斯最真实的日常生活气息。来到威尼斯，最经典也最能感受水都脉动的方式，莫过于搭乘贡多拉。随着船夫优雅的摇橹，这艘独特的黑色平底船在水面上平稳前行。船夫时而轻声哼唱，时而高歌一曲，为这趟水上旅程增添独有的意大利风情。从贡多拉的低矮视角望去，两岸的百年古老建筑显得更加宏伟且细致。穿梭在狭窄的水巷中，你会发现许多平常难以触及的隐蔽角落与拱桥。贡多拉作为威尼斯数百年来的主要交通工具，其历史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贡多拉的搭乘点遍布全城，在圣马可广场附近或里亚托桥畔都有明显的停靠站。建议在清晨或傍晚时分搭乘，此时运河光线柔和，人潮也相对较少，适合拍照。一趟约30分钟的旅程，足以让您从容体验水都的另一种节奏。搭乘贡多拉通常可容纳最多5人，建议与同行旅伴一同分摊费用。上船前也请务必确认价格。告别威尼斯主岛的古典庄严，我们乘船来到北方的彩色岛布拉诺，这里的建筑被涂上缤纷的色彩。漫步在狭窄的街道上，每一栋房子都像是从画里走出来，鲜艳的墙面与窗台花卉相互映衬。小岛是传统的渔村，渔船停靠在运河边，为这片彩色世界增添了几分日常的生动气息。抬头望去，各色的衣物随性地晾晒在窗外，像是飘扬的旗帜，充满了生活感。相传渔民们为了在浓雾中辨识自己的家，才将房屋漆成如此鲜明的颜色。布拉诺也以其精致的蕾丝工艺闻名，岛上有不少百年历史的蕾丝店，展示着代代相传的细腻手艺。这些蕾丝制品，从餐垫到服饰，每一件都凝结了工匠的心血，是游客寻找独特纪念品的理想选择。从威尼斯主岛，您可以搭乘水上巴士前往布拉诺，建议在圣马可广场附近搭乘开往穆拉诺岛再转乘的路线。为了避开人群，建议您清晨搭乘第一班水上巴士抵达，此时阳光柔和，更能拍出小岛的宁静美景。在岛上停留约2至3小时，足以漫步街巷欣赏色彩，并探访蕾丝店或品尝当地海鲜。从布拉诺返回时，可以顺道拜访附近的穆拉诺岛，欣赏其著名的玻璃工艺。布拉诺小巧精致，所有的景点都可步行抵达。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子很重要。从威尼斯本岛搭船短暂航行，我们来到以玻璃工艺闻名的穆拉诺岛。这座小岛延续了数百年的琉璃制作传统，其精湛技艺享誉全球。走进传统工坊，炽热的玻璃熔炉是创作的中心，工匠手持长管将烧得通红，如蜂蜜般粘稠的玻璃膏取出，
透过吹气与巧妙的转动，原本无形的玻璃膏逐渐膨胀成型。各式工具在工匠手中飞舞切割、塑形，赋予玻璃生命。从透明到色彩斑斓，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匠师的汗水与心血。离开工房，岛上的展示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玻璃艺品，从古典的吊灯到现代设计的灯具，光线穿透玻璃，闪耀着独特光泽。精致的玻璃雕塑则诉说着故事，或抽象，或具象，渐渐令人惊叹。若想更深入了解这项艺术，不妨亲自造访一间玻璃博物馆，了解其历史沿革。来到威尼斯，除了名胜古迹，也别错过体验在地人最爱的饮食文化 Cicchetti。这些精巧的小点心，通常摆满吧台，像迷你三明治、炸海鲜、风味肉丸等，选择相当多元。您可以随意挑选喜欢的口味，与朋友站着边吃边聊，体验威尼斯人最放松的日常时光。而与 Cicchetti 最搭的，莫过于一杯清爽的 Spritz 橙色调酒。鲜艳的色彩是威尼斯街头的风景之一。这杯以普罗塞克气泡酒、苦味酒和苏打水调成的饮品，通常会加入柳橙片点缀，带来微甜带苦的独特风味。走进当地的 Bacro 小酒馆，可以看到吧台上整齐摆放着各种 Cicchetti， 后方墙上常有当日菜单手写提示。午后或傍晚时分，这些小酒馆总聚集了在地人，大家手持小点和饮品，轻松聊天。每个 Cicchetti 都像艺术品般陈列，鲜艳的食材与精巧造型，让人们一眼望去就充满食欲。这种站着饮食的文化不仅节省了空间，也让顾客间能更自然的交流，充满活力。在威尼斯许多小巷弄都能找到供应 Cicchetti 的店家，建议您可以走入其中，感受这份威尼斯专属的街头美味。威尼斯水巷错综复杂，出发前先规划好动线，就能更有效率地欣赏这座水都美景。建议大家将威尼斯地图打开，将景点大致分为几大区域，再用步行或水上巴士串联。水上巴士 Vaporetto 是威尼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穿梭于大运河与各岛之间。沿岸众多水上巴士站点，站名通常标示清楚，让旅客能轻松辨识上下船地点。考虑住宿地点时，建议选择靠近圣露西亚车站或主要水上巴士站的区域，转乘会较为方便。威尼斯有专为旅客设计的交通票券，依天数或使用次数计价。若会频繁搭乘水上巴士，购买票券会比单次购票划算。针对首次来访的游客，我们建议第一天可从圣马可广场出发，探访总督宫与圣马可大教堂。傍晚时分，不妨步行前往叹息桥，感受其独特的历史氛围，并穿梭于周边巷弄。第二天，可搭乘水上巴士前往色彩缤纷的布拉诺岛，欣赏其独特的渔村风情。接着，可顺游以玻璃工艺闻名的穆拉诺岛，参观玻璃工厂的现场制作。建议预留弹性时间，并尽可能早起出发，避开人潮，享受威尼斯清晨的宁静。祝您在威尼斯有趟美好的旅程。